好，各位，我来告诉你们，我在台湾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就是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是很普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其实对我们外国人来说，就是真的很特别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啊，他们会试试看比较有名的食物，像是臭豆腐啊、牛肉面、小笼包等等。但是其实我们住在台湾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机会试试看各种各样的食物。那虽然台湾的食物我们都知道很好吃，但是每一个人还是会有最少一个食物他们是最喜欢吃的。那你们有没有好奇外国人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我们来一起发现吧，走吧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外国人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？这一次呢，我请了3个各个国家的外国朋友来跟我拍这个影片。那我们这一次有3个不同国家，有匈牙利、日本，还有马来西亚。那我们来看看各个国家的朋友喜欢台湾的什么食物呢？你们有没有好奇？我们来一起发现。那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呢，记得去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很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是日本的栗子，我在台湾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我的婆婆煮的猪脚。我在日本的时候呢，其实没有吃猪脚的习惯，因为看起来有一点可怕吧。可是呢，我来台湾吃她的猪脚之后，就马上爱上了。所以她的猪脚每次都是放那个很大的锅子里面，放很多猪脚，煮很软，然后有时候会放黄豆呢，或者是橘子皮，所以很香，然后吃起来味道很温柔，所以呢，我吃的时候就马上会很放心，很温馨的感觉，就是妈妈的味道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们家人有人的生日的时候，每次都会特别煮这个，所以我生日的时候，他也会煮这个猪脚给我吃，我就觉得很幸福，也是妈妈的味道啦。所以其实我跟我自己的日本妈妈煮的菜比起来，还喜欢我婆婆煮的猪脚。就是咪咪啦，好，就是这样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匈牙利的 Christina， 但是我的匈牙利的哥哥 Teddy。今天我要介绍我的非常爱的台湾的菜是什么呢？这个菜有饭、有肉、有猪肉，看起来红色的。是什么呢？台湾的卤肉饭，我非常爱台湾的卤肉饭，因为看起来匈牙利的红色的猪肉的菜，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红色的，因为我们加红椒粉。可是，在台湾我看到这个，我觉得很像匈牙利。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喜欢这个，我的朋友都喜欢这个菜，因为匈牙利人不太喜欢饭，可是这个好好吃，我很喜欢。现在我的肚子很饿，我马上吃。
so good。超爱这个。我吃饱了，超开心！在台湾每天可以吃这么好的卤肉饭，爱台湾啊！我们都爱台湾，大家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英。台湾的美食真的很多，要我从中推荐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台湾的台式铁板烧是一定要去吃的。首先，它的味道真的很赞，然后呢，它的价格其实是在我接受的范围内，然后它的食物方面，我都觉得真的很好吃，就是有饭、肉，然后菜、汤跟饮料。除了它的主食以外啊，它的菜啊、饮料啊、汤啊都是可以免费再拿的。所以如果你是大分量的朋友来讲的话，你也可以去试试看。再来是我觉得它的环境，我觉得蛮好，就是那个厨师直接在你面前炒你的食物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卫生问题，然后你也可以吃到直接炒好就放在你面前的菜，而且它也不会热，它也不会冷掉哦，因为它的铁盘会放在它的那个炒的那个地方上，所以呢，当他把他的菜放在上面的时候呢，就是下面会帮你再加热，所以你就不会吃到冷掉的菜。再来是，它的速度真的很快，就是出菜的速度。就当你点完餐过后，你不用等很久，你就可以吃到你的食物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对于我这种没有耐心的朋友来讲，我真的觉得太赞。所以不管是食物啊、出菜的速度啊，或者是环境啊等等分量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如果要我推荐的话，我觉得台湾铁板烧是一定要吃的。好，各位，我来告诉你们，我在台湾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就是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是很普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其实对我们外国人来说，就是真的很特别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我等一下跟你们介绍为什么，但是我先跟你们说是什么呢？짜잔，就是台湾火锅。对，其实这里本来很多人会去火锅店嘛，那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想说订foodpanda会比较安全，所以我的foodpanda刚刚到了，而且还热热的。那我点的这个，其实我每次点foodpanda我都会点同样的口味，就是番茄牛肉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番茄的那个汤，然后那个配牛肉啊，还有海鲜，还有菜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那为什么我会选火锅呢？其实我觉得火锅的特色就是，如果你去火锅店，你可以煮你自己的火锅。那我觉得对我们外国人来说，这是一个蛮酷的一个概念，因为在瑞士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食物是你自己会煮的，这个概念是蛮酷，因为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汤跟食物，就是也是很好玩，就是你自己煮东西，然后一边煮一边吃。那在瑞士我们有类似这样子的火锅。就是第一个是起司火锅，起司火锅它不是真的煮东西，就是把那个起司融化了，然后用面包来沾 cheese 来吃，这个算是一个 dish。那有另外一个叫做 bourguignon 就是肉的火锅，这种我把照片放在这里。这种火锅呢，其实里面不是汤，是很烫的，那个叫什么的油，就是你把油放里面，然后你把它热一热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类似一个机器，也不是一个机器，就是一个锅子，然后下面就放那个 fire 那个火，然后它会热起来嘛。
那我们之后呢，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一块一块的肉，可以是猪肉啊，或是牛肉啊，什么肉都可以。然后我们会有那个叉子那就是其实火锅有点像的概念，但是这个你把肉放在叉子，然后就是大家会放在那个汤那个油里面煮一煮，然后来吃。那当然我们不只是吃这个，旁边也会有薯条，因为这是马铃薯我们的主食对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会比较像是我们的火锅。那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发现台湾的火锅就是真的很酷，而且有一些吃到饱，而且很便宜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个概念在瑞士有，我觉得会很受欢迎，真的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我的火锅。好期待啊，看起来好吃。而且今天的天气在外面下雨，又很冷，最适合吃的食物就是火锅。这个真的是很舒服。我刚刚忘记讲，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店火锅的 Foodpanda 通常它会配那个饭，但是因为其实我吃东西我比较不太喜欢配饭吃东西，我就是喜欢吃东西因为我们不喜欢吃太多饭，那因为不吃也会很浪费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通常我会留着在冰箱到隔天，然后隔天会用那个饭来做炒饭啊，或是用做别的菜，然后就变成说一道菜，所以就是很方便，因为一个这样子的饭就可以当做一个人或是2个人的午餐啊，或是晚餐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